近期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，台湾有事可能对日本构成存亡危机事态，暗示可能武力介入台海问题。高市早苗的出格言论，也让此前一段北一女中教师欧桂芝痛陈日本侵华历史的视频走红，网友惊呼神预言。中日其实第一场战争叫做白江口之战，发生在大唐盛世，所以他们被全军覆灭。那一场中日战争当中，中国的胜利，唐朝的胜利，奠定了后来东亚地区1300年的和平。日本人900年不敢再对中国用兵，这个状况一直要到明治维新的时候，所以日本侵华其实是有一个很长远的历史根源。神预言的背后不难发现，日本对华狼子野心似乎是其来有自，包括全面侵华战争在内，日本历史上先后发动了4次较大规模的对华侵略战争。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日本对华不灭的狼子野心。公元663年，日本趁着新罗和百济之间的内乱，首次出兵对中国进行试探性进攻。此时，日本刚刚完成他们的内部统一，而彼时中国正处于大唐盛世。然而，犹是如此力量对比悬殊之下，日本仍然恶向胆边生，悍然动武，妄想将唐朝势力逐出朝鲜半岛，然后再以朝鲜为跳板，经辽东攻入中国，甚至当时就提出天皇迁都北京的设想。当时日本凑了上千艘战船，4万多兵力，来势汹汹。唐高宗李治派刘仁轨率170余艘战船，2万兵马应战。白江口之战是中日作为国家实体进行的第一次交战，这场狂狼咬大象的初次争斗，最终以日本惨败收场。不过，战败的日本态度竟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，心悦诚服地派遣唐使向中华学习，一学就是300多年。日本人畏威而不畏德的民族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在我生存之年，是将唐之领土纳入我之范围，这是丰臣秀吉给自己的爱妾浅野氏写信的原话。丰臣秀吉不仅仅是过嘴瘾，恶狼很快便再次目露凶光。时间来到明万历年间，日本战国3杰之一太阁丰臣秀吉完成对日本的统一，野心开始膨胀。万历21年，日本朝野突袭朝鲜，明朝抽调了10万兵力，由名将李如松率领着辽东铁骑驰援朝鲜。这场战争持续了7年之久，史称壬辰倭乱。最终，明军与朝鲜军队联手在平壤之战中击溃了日军主力，然后又在陆良海战中几乎全歼日本的海军。这一时期，丰臣秀吉病死，长驱直入大明的计划也彻底宣告失败。趁你病，要你命。鸦片战争后，大清被西方列强按在地上反复摩擦，可真正扑上来断喉索命的，却是隔壁的恶狼。明治维新后，日本国力渐盛，眼见大清在列强挟持之下国力日衰，加紧实施系统性侵华战略。1874年，借牡丹社事件首次武装入侵台湾，5年后吞并琉球王国，最终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以小博大，完成致命一击。期间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旅顺大屠杀。战后，日本通过马关条约索取2.3亿两白银，相当于当时清政府4年财政收入，更强制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。甲午海战也彻底改变了中日两国的力量对比，改写了东亚的政治格局。确认中国衰落后，亡国灭种成为日本对华终极战略目标。经过多年筹备，于1931年正式发动第4次侵华战争，这就是918事变。不少史学家把它视为2战的真正起点。918事变不过是日本侵占中国野心的一次大爆发。此前的1927年，日本政坛就抛出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，声称中国东北对于日本的生存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，如欲征服世界，必先征服中国。这句骇人名言就出自其中。1937年，日本又通过77事变开展全面侵华，赤裸裸地宣称要3个月灭亡中国。在占领区，日军实施杀光、烧光、抢光的3光政策。1937年12月的南京大屠杀，30万手无寸铁的平民和放下武器的军人惨遭屠害。此外，日本还辅之以文化灭绝，在占领区大肆推动皇民化运动，这种直至日本战败前夕仍在坚持的文化灭绝政策，
印证了其侵华本质的极端性。不难发现，当今世界未能完成统一的国家都在日本周边，而且都与日本的侵略直接相关。日本军国主义的旧债未偿，又惹新乱。日本人对中国和东亚周边国家的侵略野心为何一直不灭呢？从日本国内流行的一种论调可以窥见一斑。20世纪初，有日本学者为将侵略合法化，而构建出一套扭曲的价值观论述。比如内藤湖南就提出崖山之后无中国，其用意在于贬低中国，抬高自己。这套论述中提出，日本人继承了优秀的唐宋文化，再加上明治维新吸收了西方的文明，大和民族成为亚洲最优秀的民族。如此优秀的民族却只能窝在资源贫瘠的岛上，周边民族却拥有优渥的大陆版图，因此必须靠武力夺取。日本在当时的国民教育中也不断强化这些论调，成为军国主义流毒的重要思想根源。虽然二战后成为战败国，饿狼日本被套上了枷锁，但在美国扶持下，日本迅速在经济上重新崛起，而其政治土壤中，军国主义没有得到彻底清算，饿狼伏地魔，死灰复燃，否认历史，美化侵略，修改和平宪法，扩张军备，以存亡危机为借口进行武力恫吓。这一切与千年来的行为模式何其相似，这或许就是历史留给当今世代的警醒。